都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摸起来的话。华为 P580 买回来将近1个月了，为了给它买个钢化膜，也是经历了9981难呐。像它一个曲面屏找一个钢化膜也是相当困难的。贴上钢膜之后，不是有一个遮挡屏幕，或者是屏幕相当的射手，而且有些钢化膜贴上去之后还是沾满全是指纹。但它一个屏幕的话，日常使用还是相当的真指纹。那我还是不信邪，又是自费买回来一些钢化膜。像这些钢化膜的话，也算是大家知名的品牌了啊，一个安博西，还有一个兰诺闪膜。秋古兔的，还有个凡人电竞的，像这5款钢化膜，不知道哪一款才是适合我这个华为 P580。像它一个曲面屏的话，钢化膜还是挺难找的，你们去看一下哪一款才适合我这个华为 P580。先看一下第一款吧，第一款是凡人的，凡人电竞这个钢化膜的话也算是挺出名的，然后也是卖的便宜啊。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吧。凡人电竞的话是一个冰石膜啊，不是算钢化膜。像这个冰石膜的话，可以说得上是软膜了，而且贴膜是相当难贴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冰石膜长什么样吧。这个凡人电竞一个钢化膜的话，它是算是挺细的啊，然后应用到770的，拿到P80的，有这个确定可以吗？那我们现在给手机清理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冰石膜贴上去到底效果怎么样。那我现在也是清理完了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定位器的话不是很稳，好死这个手机不要贴钢化膜或者贴歪。那我现在把这个膜给它贴上去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。那我贴完之后看一下啊，看得到还是有点小气泡的，我们给它按压一下。这些小气泡的话还是按压下去，我们看一下边缘的话也是没有留白边啊，算是挺可以的。我们亮一下屏看一下有没有遮挡一个屏幕，可以看到还是没有遮挡屏幕的，这个冰瓷膜还算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冰瓷膜的话很容易留一个痕迹啊，这样划上去的话那个痕迹还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。手感的话还是很持平的，看一下它一个疏油层，这个疏油层的话没有很沾指纹，摸上去还是可以，但是有点持平了。这个边缘的弧度还是有点小硌手，因为可能是做了一个2.5D 一个弧度，然后摸上去是有点小硌手的。这钢化膜整体来说的话一般，像这个钢化膜啊很容易留一个指甲痕啊，这样子还是不是很好，摸上去它非常的涩手，不是很丝滑，打游戏日常使用的话还是有点难受的。而且这个指纹性的话算是一般，但是我们这些汗手用摸上去是相当沾指纹的，可以看到还是有点小沾指纹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款，这一款的话还算是可以吧，凡人的，我们就先看一下下一款。下一款的话是秋古兔的，看一下它这一款是长什么样啊？也是2片装，然后带一个无尘钢地面器和一个钢化膜，就是冰石膜了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钢化膜长什么样，可以看到它这个黑边的话是已经超出这个屏幕的范围了，因为是没有遮挡一个屏幕的，可以看得到啊，是一个3D 的。那我们现在给手机清理一下，把这个钢化膜贴上去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不过它这个贴钢化膜的一个定位器的话，卡的还是挺稳的啊，不像刚才那个凡人电竞，它那个定位器的话就是非常松，也算是挺不错的。OK， 现在也是清理完了，我现在把钢化膜组装上去，然后贴上去看一下。这个钢化膜的话也是和刚才上一家一样啊，贴膜也是相当简单的，把这个储存条给它拉掉。OK， 它这个是一步到位的，把这个离心膜给它撕一下。它这个贴完之后是可以看得到没有残留气泡，也是没有留白边的啊。边缘的话都是挺可以的，那我们亮个屏看一下它有没有遮挡一个屏幕吧。屏幕的话也是没有遮挡的，这个屏幕是没有遮挡。我们看一下它一个疏油层吧，疏油层的话摸上去也是没有沾染指纹，这个钢化膜的话也算是没有踩坑。它一个边缘也算是贴屏面积挺饱满的一款了，特别是二角都已经到了一个边框位置，摸上去是没有那种硌手的感觉，是3D 热弯的。像刚才第一款的话是做了一个2.5D 的嘛，然后摸上去会有点小硌手，这个做了一个3D。是完全包边住了，这个包边性还是挺可以的，也是没有沾染一个指纹，而且摸上去丝滑流畅，不会沾染指纹。这款秋古兔的话呢，算是可以的，暂且算是第1名吧。像第一款的话，那就只能排在第2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几款，哪一款会更好？这一款秋古兔的暂且放在第1位吧。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款吧。下一款是闪膜的，贴好膜用闪膜。像这款闪膜的话，大众是最清楚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款钢化膜怎么样？这个闪膜的话也是带一个定位器啊，这种盒装的，看一下它一个钢化膜什么样。它的钢化膜的话也是和第一家一样，冰瓷膜啊，软软的，没有做到一个3D 热弯的一个弧度的，在这个边缘摸上去应该还会像第一家一样有点小硌手啊。我们现在给手机清理一下，给它贴上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。不过它这个定位器的话还是做的比第一家强的，很牢固啊。
OK， 现在也是清理完了，我们现在直接把钢化膜贴上去看一下吧。这个钢化膜的话和前两家不一样啊，这个是把这个主韧条拉掉之后，推动一下这个还是挺吃手法的，没点小力气还是推不动啊。我现在打开看一下，哎，它这个贴完的话好像有这个气泡啊，给按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按压下去。哦，这个是按压不下去的，一下子就出条缝了，不是吧？这个闪膜这个按压不下去就算了，我看一下它一个覆盖面积怎么样。覆盖面积的话还算是可以的，它这个做了一个 2.5D 嘛，它这个边缘的话还是没有第二家秋果兔的好，边缘的话就像第一家一样，有点小硌手啊，摸上去。看一下它会不会遮挡一个屏幕啊，可以看得到都是有露出来的。这个屏幕的话摸上去还是有点涩手的，有点滑不动啊。这个酥油层的话没有第一家好，可以看得到相当占指纹的。不是，它一个华为 P80的钢化膜做成这样，留这个气泡条痕就算了，还非常的占指纹，相当涩手啊。这个只能说排在第3名了，连第一家的凡人电竞都不如。哎，下一家的话是韩诺的啊，这款钢化膜的话也算是挺知名的。我们看一下它一个效果怎么样吧。这个韩诺的，然后是没有定位器的啊，带一个边角料定位器。钢化膜还是一个冰石膜，带一个边角料，冰石膜还带一个边角料。它贴膜是不打算让我们贴好啊，还是让我们重新消费当韭菜割吗？那我们就给手机清理一下，给它贴上去看一下它这个钢化膜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我现在也是清理完了，贴膜用这个定位器用和不用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们就直接徒手贴上去看一下吧。像这种软膜的话，哎，它这个软膜真的做的相当失败啊，而且这里还穿孔了。像我这个穿孔了之后，很容易积堆一个灰尘，影响到前摄像镜的一个摄。我们看一下贴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？不是，兄弟们，啊，它这个，兄弟们，这区别有点大了吧？这个韩诺纯不是把我们当日本人整啊？这亮度纯属降低了1倍啊！我去，不是，看一下，屏幕是没什么问题，然后摸起来的话，啊，不是，兄弟们听一下，我去，这家直接下一家吧，直接下一家。这个韩诺的降低我们一个亮度就算了，而且还戳起来有声响，不知道有人在 KTV 蹦迪呢。我去，这个纯属把我们当日本人整啊，兄弟们，不贴不知道啊，真的，一贴吓一跳，我靠！下一家是安柏希的，我们直接拆开看一下效果。这个安柏希的话，不会和上一家一样吧？它这个包装不一样，我去，更简陋的这个安柏希的。这个安柏希的是个钢化膜，然后无黑边的，就一个上下角有个黑边而已。我们看一下它一个效果怎么样吧，也是没有带一个定位器啊，很简单，就一个钢化膜加一个清洁包没了。不是，这个比上一家还坑啊，上一家还起码带一个定位器。趁现在还没有沾上灰尘，我们直接贴上去看一下吧。这个钢化膜，我去，这个曲面屏本来贴屏就很难贴。贴都还没贴好就已经相当沾指纹了，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，不是，我贴都还没贴就已经沾指纹了，这就是安柏希。我看一下啊，亮个屏看一下，屏幕是没有遮挡，然后都是挺可以的，这个边缘的话相当硌手啊，我靠，像拿把菜刀在手上割一样。像这个钢化膜到晚上特别适合防那些匪徒啊！我靠，把这个钢化膜一吃就可以当把菜刀了，兄弟们！我去，牛啊！它这个钢化膜啊，兄弟们！哎，你不说，哎，仔细看的话还留白边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安柏希，我操，这个安柏希真的比上家还烂。这5款钢化膜也算是贴完了，怎么说呢，也算是找到了合适吧。像这个秋果兔的话就挺合适的，贴完之后没有气泡反弹，也是没有留白边，而且不会遮挡屏幕。手感的话摸上去挺丝滑的，还不会沾染指纹。其次就是这个叫凡人电竞的啊，摸上去的话有点小沾指纹，但是它一个屏幕的话是没有遮挡，也是没有反弹的。再次就是这个闪膜了。
闪膜的话做的是一般的，因为摸上去的话还是非常沾指纹，而且它一个冰瓷膜的话贴完之后是有气泡的，而且压不下去。像我们曲面屏的话，还是不要贴一个软膜了，贴完之后很容易留一个指甲痕，然后这样随便一刮就是指甲痕，是我的隐藏割韭菜。因为这个软膜贴完之后出现了一个刮痕之后，看着不是很舒服，就会去换钢化膜。那么换来换去还是换到这一家的话，纯属在花冤枉钱。那么还是贴一个钢化膜比较好，像这个秋骨兔就是挺不错的选择了。视频也是到了结尾了，像我就已经被割了2款韭菜了，一个安博西，还有一个韩诺，这2款的话真的可以踢出这个包围圈了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